郑源你怎么看？如果说今天川普想的并不是只是房地产开发，而是苏伊士运河的掌控权的话，也许想象力就不一样了。掌控苏伊士运河不需要那么劳师动众，好不好？你说掌握埃及政府就可以了。对啊，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哈，因为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的组织已经残破不堪，但是还活着。但这些人是属于穆斯林兄弟会，本来就跟埃及是关系好的，政治上没有很糟糕啊，是敌对的，敌对的，在目前跟埃及的当政者是敌对的。所以变成说，埃及要接受我刚刚解释会有政治上的困难，然后因为埃及能够实质掌控的苏伊士运河，对苏伊士运河，不管你中东战争怎么打，它从来没有中断过啊，从来没有把它影响到啊，别胡塞组织这么晃了2招也就没啦，哦，所以这个不用把它考虑那么远，就单纯的如何帮美国的真正的想法是说，我如何帮以色列创造一个更好的安全环境。那如果当然把巴勒斯坦人一迁走，像那个当年美国人啊，白人在修理印第安人一样子，赶入这种保留区的做法，当然可以把他们彻底的减除也没有错啊，让以色列有一个高度安全的环境也没有错。但是第一个，国际社会不能容忍；第二个，你事实上这个办法也解决不了。你说让以色列可是以色列不愿意，又怕说巴勒斯坦长大，就是你就给他比照波多黎各或者是萨摩亚的身份嘛，然后我出钱来盖嘛。啊，那你这个每个人都有饭吃啊，那你就不需要拿价，每个人都有学校上啊，对不对？那很自然就问题就解决。可是这个东西，以色列会觉得，哇，你巴勒斯坦人有钱哦，有势了以后，那这我不是更安全上受到更大威胁吗？所以你觉得在政治上还是有它的不可行？不可行。所以介大使，我这边请教，就是说，香蓉觉得他如果看的不是只是加萨走廊的房地产的投资的这个价值。然后看的是苏伊士运河的控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，很重要的是我控制了，你中国就永远进不来了。那么如果他考虑的是这个，那想法可能不一样。可是郑源会觉得说，你只要控制了埃及政府，你就控制了苏伊士运河，不需要花那么大的力气去拿加萨走廊。他们2个人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思维哦。你觉得哪一个方向可能性比较高一点？我觉得战略考虑没有那么深啦，我觉得纯粹是政治利益考虑。因为川普那个话讲出去以后，他已经变成犹太人的一个救世主了，对，就是说犹太人会永远感激川普了，因为这次是确实的，这次口惠实不住，听起来还是很舒服，口惠就很重要了，他敢讲就不错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次这个内塔尼亚胡到白宫。他讲了好几句话，其实川普也都达到川普想要的目的。他说：“我今天很客观说，你今天川普是白宫所有主人里面对我们犹太以色列最好的一个总统。”这一句话政治上已经有发挥效果，非常重要。第二个呢，他还讲说，川普先生了不起啊。他说啊，他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，他敢讲出别人不敢讲的话。那简直，然后呢？记者问了一句很有趣，他说：“请你比较一下这个拜登总统跟川普总统，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？”这还用问吗？对啊，他只有直接说川普是很伟大的总统啊，他就没有做选择。川普对我们来讲是很了不起的，很伟大，他敢做这些东西。川普要就这个，因为犹太人如果对川普好的话，感激的话，那对川普来讲。不是终身受益啊，受益好几代啊，而且对共和党非常好，因为在美国犹太人的投票基本上是可以说70%投民主党，30%投共和党。川普这么一搅和的话，可能会颠倒过来。好，所以像你们3个人刚好用不同的角度，一个是用经济利益的角度。另外一个是以犹太人的这部分的支持的角度，而你是从国际海权的角度来看待川普宣布要接管加萨这件事情。我们没有定论，我觉得我们也许再观察个几个月，其实方向会更清楚。不好意思打断你。我觉得就是当中国在欧洲的在非洲的影响力，中国现在对埃及的影响力跟美国是可以分庭抗礼的。在埃及的旁边的伊索比亚现在也都在金砖体系里面。换句话说呢，在整个红海的边上，中国的势力进来是很明显的。在非洲呢，
如果苏伊士运河是欧亚的通路当中，虽然距离美国很远，可是他知道呢，那个是欧亚的生命的命脉。是在这个地方呢，虽然有以色列，可是呢，光以色列是不够的。美国呢，美国对于非洲的反感，你看呢，Rubio 呢昨天宣布的就是现在才2月份，可他已经跟你说，今年11月呢的 G20 呢，因为是在南非举行，所以我们不会去。他已经拒绝了今年的 G20， 他认为南非呢，南非是倒过来，南非呢是在呢对白人进行种族灭绝，所以呢他就不会呢去南非。对非洲的问题，对于海权的问题，对通路的问题，就像他对格陵兰的伸索一样，那个起码是40年、50年以后的思考。他在眼前看着中国呢，在整个中东呢，跟整个非洲的影响力越来越大。所有的除非呢有关于加沙的问题呢，是川普的神来之笔。川普去年10月接受访问就已经讲到这件事了，所以他不止第一次讲到了，他不是第一次讲，去年10月他在接受访问就已经讲到了。但是背后呢，因为苏伊士的敏感。就像是呢，巴拿马运河，全世界就两条的人工运河水道，这2条人工运谁掌握了，谁就掌握了生命线。虽然它不见得是他当下的主要的思考，可是它的效果一定是存在的。好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大话题啦，因为它不管是要从这个经济利益的角度，然后想要接管加萨，然后按照郑源的说法，他觉得他不会成功。可是他已经对国际上面产生了这种极大的一个影响效力，就是美国再也没有国际法的约束了。那么会像介大使所说，也没有朋友了。那当然，他就再也没有朋友了啊！所以这个影响是极剧烈的。那么介大使呢这边所提到的那个关键点，就是你光是讨好了美国内部的犹太人组织，其实这对美国共和党就是长远的利益哈。可是像香龙讲的那个大的那一种国际水道的战略思考的话，我也觉得这个想法你也不能完全的排除，因为川普不管谈格陵兰或者巴拿马，其实都有这个味道在，所以未来这个格局还有很大的变化。放心，2025年我们还会有满满的川普哈。来，最后谢谢黄凡的斗内啊，他说啊，唐湘龙一直在讲啊，国际社会从春秋时代走到了战国时代。这一次呢，卢沙野啊已经升职到担任了欧洲事务特别代表。不是升职。你觉得不是？我讲，当然大陆朋友不太开心了，因为他把卢沙野当作一个对台湾问题的象征性人物。我说第一个，他担任这个中国政府欧洲事务特别代表，你要注意到他没有大使馆，他只是在北京外交部的一个小办公室。第二个，他没有参与外交部决策圈的权利。第三个，这个职务只有2个人干过，一个叫吴洪波，一个就是他，就闲差。你看吴洪波他干多久了？从2019年干到2025年，就是个准备退休的职务，或者外放这些国际组织当什么秘书长、副秘书长这种职务而已。换句话说，他已经离开外交部的决策圈了。而且有人说，哎，他是副部长，位阶很高。他在驻华大使就是副部长级的啊。但是呢，他的后辈华春莹都升上了当真正的副部长。副部长跟副部长级不一样，所以他被冷冻了。好，我想很多网友可能要跟郑源来。这事实啊，你要欧洲事务怎么都对他管，有欧洲司司长，还有一个更重要，蔡任。你问蔡任是谁？蔡任是中国驻欧盟的使馆的团长，说各个驻欧洲的大使都归他节制。我同意蔡老师的看法。蔡任又比卢沙野更资深蔡任而且叫做驻欧盟特别大使。OK， 他也是代表代表就不是正式的，大使才正式的。我跟你讲你不要骗自己的，你不要那卢沙野整天讲一些有的没有，你就哇好棒好棒，民族主义情绪高亢，你要去兴奋，你好好兴奋。可是我一直在讲过的，中国的领导人很清楚，王毅很清楚，卢沙野去讲那个东欧的事情，好，就是他不懂国际法嘛。OK， 好，总之呢，这是一个后续还可以再观察的话题。是，来，我们要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，不要忘了下个礼拜6继续收看风向龙凤配，我们下礼拜见喽，拜拜。Yahoo。